这里不是替你算答案，而是借一个卦看清选择所处的时机。我是 MK， 你是不是也换过一次工作，换完才发现那个让你受不了的东西根本没被换掉？今天不说一个人的故事，换一种方式拆解两个案例。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，都换了工作，但摊开同一组判准表来看，你会发现这两件事其实不是同一件事。判准表只有4格：触发原因、准备期、可逆性、结果。我们先看案例 A。案例 A 是一位在传统制造业做了6年行政的人。调薪那天，主管把数字划掉重写的动作，他到现在还记得。旁边还加了一句：你要体谅公司。触发原因说到底就是薪水跟环境让人受不了。准备期很短，他投了履历，2周内就到职一家步调更快的新创公司。职称换了，工作内容几乎是原班人马搬过去，订单、报表、对接窗口换了界面，没换逻辑。可逆性很高，这份工作不喜欢，随时可以再投一次履历重新来过，没有什么是回不去的。结果呢，3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又在算还有几分钟可以下班，算的是同一个数字，跟以前那份工作一样。不是新公司不好，是那个让他疲惫的东西根本没被换掉，只是换了一个地址继续发生。再看案例 B， 一位做了10年的平面设计师，某天他发现客户要的已经不是好看的稿子，是有人能帮他们把一团模糊的需求讲清楚。他开始接不到案子，不是技术退步，是他的角色已经被系统性的绕过去了。触发原因不是薪水，是他原本来以为生的那套能力跟身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准备期很长，他花了将近1年半，一边接案打平生活费，一边重新进修，考一张跟使用者研究有关的证照。那段日子，他常常不知道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，只能一边怀疑，一边继续，从画图的人练习成帮对人想清楚问题的人。可逆性很低，这条路一旦走了大半，很难再走回头去做原本那份工作。市场跟他自己都已经回不去了。结果不只是换了头衔，他说他连怎么看待自己都跟着变了。以前是等别人给题目，现在是自己先把题目找出来。革卦讲的正是案例 B 这种变革。卦辞里有一句话：几日乃服。意思是变革这件事不是你喊出来别人就会信，是要撑过那段最难熬的转换期，让人看见你真的变了，信任才会慢慢跟上来。革不是把自己搬到另一个地方，是承认原本那套活法已经撑不住了。革卦革的不是你的地址，是你能力与身份的秩序。留在原本的岗位，把旧的思维方式彻底打掉重练，也可能是真正的革。如果你现在想的只是换一个环境，却没有真的碰触到是什么撑不住了，那可能还在案例 A 的回圈里，不算真的用到了革卦的智慧。有一种情况，这集不替你判断，如果这次的改变牵动的是签证、移民身份，或者一整个家庭的财务承诺，判准表可以帮你想清楚方向，但那种决定需要更具体的专业意见，不是听一集节目就能定案的。现在拿张纸画4格，写下这次你想换的触发原因是什么，准备期需要多久，可逆性高还是低，可能的结果是什么。写完之后问自己一句：你现